新加坡开埠以来，岁月匆匆，许多历史没来得及好好记录下来。所幸民间不乏有心人，默默拾起时光遗落的老物件。教科书一直是学生不可或缺的知识伙伴，一页页的知识与智慧，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学习旅程。让我们通过这些珍贵的藏书，沿着岁月的足迹，走一趟新加坡华文教科书的演变历程。向前走，大家一起来唱歌。40岁的钟坤华是新传媒艺人，他从小就对华族文化特别感兴趣，不但活跃于华语戏剧表演和朗读比赛，也曾远赴台湾深造。这天，坤华在家里翻阅学生时期的校刊、作文和照片，往日回忆涌上心头。喂，妈，我以前念书时候的那些教科书还有留着吗？没了，太可惜了。OK， 好，谢谢。坤华受到了启发，决定前往国家图书馆，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学生时期的课本。坤华没想到，国家图书馆竟然收藏了那么多不同年代的教科书，这趟寻书之路如同大海捞针。当他在资料库中认真搜寻时，一个名字经常出现在捐赠栏上：杨善才。Hello， 你好。你好。我是坤华。你好，我是肖碧莹，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员。你好。哇哦，这就是我想看的书吗？对，这些就是你所需要的教科书。哦，天哪，太珍贵了吧！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得到这么完善的一个收藏的？这些教科书是由我们的捐献者还有机构他们所慷慨的捐赠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当中也包括了杨善才先生。哦，杨善才先生，我刚刚在搜索引擎有一直看到他的那个名字跳出来，所以他捐献了很多的教科书给你们。对，大概1000多本。很多哎，所以这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对，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OK， 1000多本呢。为什么国家图书馆要收集这些教科书啊？因为老实讲我的教科书我都丢掉了，我相信很多人也一样。为什么你们把它当成这么珍贵的东西收藏？第一，它是我们华社的集体回忆、集体记忆。那么我们作为记忆机构之一，我们当然就必须要把这些书给保存。那它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哦，对了。刚刚我们聊到杨善才先生，我觉得他是个太特别的人了，我想认识一下他。你知道可以去哪里找他吗？哦，他就在百盛楼，他有一间书店。好，那我过去找他。谢谢你，冰，谢谢。80年代初，俗称书城的百盛楼，包罗了小坡一带大大小小的书店，是新加坡最大的书业中心，其中就包括大众、上海、友联等。如今百盛楼辉煌不再，杨善才经营的新华文化事业是仅存的华文书店之一。它像一棵风雨中屹立不倒的大树，静静地守在2楼的转角处。您现在找什么呢？哦，你好，我在找我求学时期的课本。请问你是杨先生吗？是。杨善才先生。对。久仰大名。是。我是坤华。好。我刚刚从那个国家图书馆过来，然后我在那边看到了很多你捐赠的那个馆藏。然后我今天特别过来呢，是想找一找我念书时期的课本，我不知道你这边会不会有哎。什么年代的？绝对不是2000年后了，90年代的。应该是有吧？有吗？有。好，你可以帮我找找吗？ 给你。OK， 走。
哇，我的回忆马上就来了。嗯，天哪，谢谢你，杨老板。对这是你吧？你的照片吧？对呀、哎，杨老板，你以前真的就是一个文青的样子哎。这个就是我的书。哦，新华文化，而且很可爱的是，有画图案。对呀、而且我觉得他画的很好哎。我藏在那个书里面。对，它就是个藏书阁的感觉。对对对，嗯哎，杨先生，嗯，为什么这个这么可爱的迷你的课本？对，这个是40年代的教科书，那时候上学的时候用的是。哦，你年代的教科书。对对对。可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个这么小的版本？原来是的版本是32开的版本。杨先生，这个是你做的啊？对呀、因为很多人想要得到这本东西，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书嘛。对啊，因为这所以我个一定是手头上古董了吧？有这本书，啊，所以后来就拿到英务馆去，英务馆说可以，我帮你做这个事情，请问这个买得到吗？买不到的，啊，只送不卖只。能送不卖。杨先生，刚刚你说这个只送不卖，对，那么我可以送一套给你。太好了，真的吗？可以送给我吗？嗯哇，太好了！我今天来找到了我的课本，然后呢还有礼物可以收，这样哦。我下次呢一定要带我的老师朋友来这边，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喜欢这个地方。林刚老师，不要忘了，今天我们有约哦。我已经跟梁老师说了，我们就约在那边直接见面，百盛楼，你不要去错地方。梁秉富博士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的院长，本名林汉京的林高是知名作家，也是国家文化奖得主。这个壁画多元，对对，嗯，杨大哥，好我带来了林老师还有梁老谢师，你们应该都认识吧？对不对？都认识哎呦，我很好奇，请问你这边有大概多少本书？大概你有统5万计过吗？本左右。这么多啊，官方的数字是5万本，非官方的话不止这个数目。哦，那我好奇哎，你看你的书这么多哦，你都知道你的书摆放在什么位置吗？。有，我知道，因为我亲手摆的嘛。哎，那林老师，我们今天就跟好杨大哥玩一个游戏，不然我们现场出题考一下他好不好？看他可以找没到问题你指定的一本书。没有问题。我让你找一本比较久远的书，对连世生的《海滨纪简》。对，《海滨纪简》呢是世界书籍出的，哦而且是很久很久的书，绝版的书。哦，但是你这边有，有你的大脑说你这里有，你知道在哪里了。他已经告诉我有了。好，那赶快去找。我们这边要不要使坏哈？计算一下时间哈。啊，杨大哥，我给你2分钟够吗？可以，够了。 2分钟，会不会找不到呢？哎呦，进展的非常顺利哦。啊，这么快，30秒都还没有到，找到了吗？找到了，哇谢谢。这个连世生全集后来他们是由再重大新陆出版，对，这个大陆是出了传奇。对。对，其实这些书在我来讲，新加坡出的，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我都有收藏。哇！既然今天我们来到了杨老板的这个书局，然后你有这么多不同时代的课本，不然我们去聊一聊好不好？这个好课本的演变史如何？哇哦，这些都是杨大哥的这个宝贵收藏，真的收藏的太好了。你看，这个很多年前的，颜色依然饱满哈。 40多年、嗯50多年、60多年 OK 都有在这边。然后这边呢是什么？这些是中学的，哦，然后这一本呢？这本是什么？这是通书吧？在中国民间流传的一本通书。啊，这本通书呢是一本百科全书。哦，其实当时的家庭环境没有什么书读的时候呢，大家就是翻这个书，有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针管弦文，还有其他的歌言，是。包罗万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所以这是几年级？
看的，已经几岁的小孩启蒙的时候也是启蒙，对哇，无法那时候想象哎启蒙的时候，以前启蒙就念《三字经》了。啊，这种教育不是一种规范性哎的，就是在家庭里面，你有的人有，因为爸爸妈妈教你嘛，或者是有的人就没有。所以这个是源自于中国嘛，对不对？这个书的来源是从这本书来源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来源。哦原来我们新加坡出版的是从这边录起来，从这里取出来。取出来的。哦，白花开，红花开，蝴蝶飞来。好弟弟，好妹妹。好花不要采哦，采的花蝴蝶不飞来，哦就多么顺口。就是林同学念得真朗朗好上口对，我进小学是1958嘛，就用这样，可是他沿用的这1940多年的课本。哦，在当时的中国，国语运动，它强调学校里面书写文字的时候要开始用日常，全国不分南北东西都能够用来沟通、相互了解的一个口语。小孩进入小学开始，他的课本已经是用口语，就白话文来写，所以林老师刚才提，他念起来像我们平时说话一样。小麻雀，快来快来，这里有米，你来吃。不来不来，我要吃米，田里有，关在笼里不自由。所以那时候的课本更重视口语的一种训练，从口语开始，语，然后进到文的一个阶段。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那种爱妹妹的那种心也就传过来了。新加坡早期的教科书大多来自民国时期的中国，口语化的内容深受5·4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所传达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多半以中国为本位，而南洋华校多被当成侨校。当时在东南亚一带的华人，他们都还是中国的国民，所以呢，他们有一种就是华侨的心态，这种侨居的心态。我是中国人，我住在南洋，我爱中国，我爱南洋，都是我的家乡。好，所以它其实保留了那个中国的影响，然后呢，当然也有这个南洋化的元素在里面。这些南洋特色的内容又和教科书的南洋化进程有什么关联呢？从30年代起，为了顺应当时南洋华侨的需求，市面上出现了南洋适用教科书，而本地的书商如世界书局和南洋书局也陆续开始出版南洋教科书系列。这个课本哦，它封面啊，里面的插图、植物啊，画的是南洋的标志性椰子树嘛。是以前的课本没有的。对，以前可能会松树变成椰树，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过程了嘛。因为松树不是我们这里的树木。没错。梁老师呢？你要补充的吗？呀，进入50年代以后，当时东南亚各地反殖民运动风起云涌。当时东南亚华侨面对一个选择呢，就是要不要成为一个新兴国家的国民。华校课本的这个内容就有了林老师刚才所说的，有椰子树啦这一类的所谓的南洋风土人情的内容，就要在这方面就开始增多了。对，老师，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刚才有注意到哈，你看这本的封面呢，它是写中华民国教育部还有马来亚教育部审定，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只要翻看背后的这个版权页，这本教科书出版于1948年的6月，新加坡和马来亚还是属于英属马来亚 （British Malaya）。编辑说明里面它就有提到，
这本书它是以马来亚华侨所常用的度量衡做标准。比如我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当时去市场买东西，除了我们华人的斤两以外，我们也会用所谓英国的 pounds。我们在华校里面所要用到的数学教科书，也必须经过马来亚教育部和中华民国的教育部一起来审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这个过渡期当中，它有一些中国的元素在里面，它有一些南洋的元素在里面。进入50年代，随着本土意识兴起，教科书进入了马来亚化的阶段，逐步淡化中国意识，转而加强本土化内容，着重培养学生效忠居留地的意识。以前我们就称呼华语成为国语，1953年了以后呢，这课本呢就没有国语的存在了，就用华语，用了3年以后呢，就改为华文。就改为华文。你不要忘记啊，改为华文了以后呢，我们的封面文就改变了，我们用来福士铜像做封面。来福士铜像。山巴山巴，风光真不差。小河里有鱼虾，小河边有人家，屋外有牛羊，路旁有鸡鸭，树木长成林，地上开满花，远远看去像图画。就港崩嘛，对不对？以前山巴就是港崩嘛，然后有这个椰树，有亚大屋，对，这个就是很有南洋风的味道在里面了。杨先生、林老师都是我的学长辈哈，无甚也晚啊，没有机会读到这么精彩的这个教科书啊，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一份典藏拿来和大家分享吗？好。新加坡独立后，一套完全由本地教育工作者和文化人编写的教科书问世。它融入了多元种族和谐共处的理念，以及新加坡人身份的认同感。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第二语文华文的课本。编辑要旨里面有一点，本书各课文之内容特别强调灌输爱国意识。马来族、华族小孩跟印度族小孩认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这还是南洋化的延续。你看这些花草水果是什么地方的花草水果？哎呦，这南洋热带国家，红毛丹、山竹、香蕉，对吗？啊，这个华语的特色呢，它的图是一个中国很出名的一个关山美过的，它全部是他画的。封面也是他设计的，很好看，画得非常好，画得很生动，画得很生动，是画得很。这个就是印度同胞嘛，对，这是华人，是，对，你看吗？有。走入70年代，华文教科书的字体从繁体字转换成简体字，书中的插画很多出自先驱画家关山美之手。成了不少新加坡人共同的童年记忆。这就是教科书编写本土化色彩一个延续。我觉得这样，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杨大哥的书局是一样的哈，我们也在讲传承，我们看到了这么不同时代的这个教科书。当然，杨大哥一直在守护这个书局。最后，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生朋友们可以怎么利用你这些这么棒的收藏？我们可以从中取得什么？很遗憾的，我觉得我收藏了这么多的书。我自己本身也不能够讲出一个道理来，主要呢，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存在的，不管它是古典的也好，文言文的也好，现代的也好，
这个都是我的要收藏的一个价值。我不认为是某一个人的作品是比较好的，我一定要收。其实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有好的东西，我都要收。从这些跨越半个世纪的教科书中，我们看到了新加坡华校生曾经历的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杨善才捐赠给国家图书馆的部分珍贵藏书，在科技的协助下已完成数码化。这些记录着历史的书页，也会与记忆一起一代代地传承下去。